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，是学界讨论的问题。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，是政界讨论的问题。作为学生，关心山东的问题，这是好事。但是山东究竟能不能返还中国，这是巴黎和会政治家们讨论和研究决定的问题，而不是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决定的问题。可学生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。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，如果一个国家连主权都保护不了，还有什么学术可言？就是我对政治说可能秩序，我觉得这纯属土了。可是这问题和政界问题的确不该互斥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先进的意思真有意见。同学们，请安静。学界问题和同学们，请安静。郭新刚同学，今天你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讨论山东的问题，你觉得有用吗？山东问题的决定权在威尔逊，而不在你一个学生。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，学习最好的状态就是心静如水，而不是心怀小鹿。先生，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，如果连我们都不关心山东问题，他威尔逊一个外国人凭什么要关心我们的山东？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的嘴上，学生认为是靠不住的。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做不到心静如水。我们是学生，积极学习。不是没错，威尔逊一个外国人凭什么关心我们的山东？让我们自己关心的事。吃饭了，好嘞，上吃饭了，吃饭。哎，好。怎么又是窝头啊？这晚上还得翻天眼，这哪扛得住啊？鲍鱼海参我能做，你吃得起吗？这些天，除了包伙的那10几个人以外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就这窝头，还是我从外头赊的，你爱吃不吃？哎呀，于社委同志，怎么就咱们几个在这啃窝头？其他同志呢？哦，我正好准备晚上开会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放映组的葛秀梅已经退社，留下一封信，今天已经回天津了。我们才1个月就有逃兵了，那还有几个同志呢？不会也退社了吧？老郭忙活请愿团的事儿呢，白兰出去当家教就不回来了。把这分一下啊。哎，好。我觉得咱们护书社应该整顿了啊，这请愿团的事儿就比咱们护书社的事儿重要。外出打工就可以下馆子，家里人来了就可以出去享受，这还是共产主义吗？入社的时候大家不说好了同甘共苦亲如一家的吗？怎么现在就出现特权跟差别？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挣钱。咱们开社以来一直都是入不敷出，现在家底都快花光了。我同意严年同志的意见啊，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。3个勤工组都必须要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才行。郭大哥说了，让他们来咱们这儿包伙。还有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酬劳也已经下来了，都归公充社了。这个郭新刚同志，平时病殃殃的，参加集体活动也不积极，这一提青岛就跟打了鸡血。管他打什么鸡血牛血呀，创收是关键，再不创收，窝窝头都吃不上了。我这个大厨啊，也就该洗洗睡了。我跟易同志都商量好了啊，明天就去他们学校找他们斋夫，多给他1成的提成，看他能不能帮咱们来点生意。这是不正当竞争啊！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那明天我也给你们去吧。嗯。要不人家谢婉莹发动各个学校女生对我们的施舍，我们放映组早歇业了。堂堂鸡翅拿着我可受不了这个。英年，哎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找个时间讨论修改一下护书社章程。行，我看非常有必要。那你说好了。哎，走。毛大哥，这么长时间没见你，我们都还以为你回湖南了。其实这半个月啊，我就干了2件事情。这第一呢，是在张志钊先生的帮助下，把我们湖南赴法的第1批学生给送走了。这第2件事情呢，就是跟着李大钊先生，去了好几次长青店。哎呀，每天都是夜出夜归的，实在没有时间看你。我说这半个月没见着你，怎么看着你有些疲惫了？哎，其实啊，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回湖南了。啊，你要回去了？是啊，这一转眼半年多，北京的事情解决了，可是新闻学会那边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。在北京的时候呢，承蒙你们兄弟俩对我的照顾，所以我呢，还是要特意
辞谢一下他。润之兄，你太客气了，能结识你挺难得的，而且从你的身上啊，能看到一种在北京看不到的东西。哦，此话怎讲啊？我也说不太清楚，总觉得只有在你的身上，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走向大众。哎，其实啊，我应该谢谢你们两个。你看啊，你们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，这个啊，就是切实的走向大众。但是我们快办不下去了，我们要失败了。哎，小年，哎，我觉得吧，失败并不可怕，大不了从头再来嘛，说不准还能再找出一条新的道路，是不是啊，爷爷？这互助社快办了2个月了，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，它好像只有一个壳没有魂。这条路还是行不通啊。欲渡黄河，鹰塞川；将登太行，雪满山。行路难，行路难。多歧路，今安在？年年，小年，我觉得路虽漫漫，但是北京自有一股王气在。钟府先生、守成先生，他们的主张就是振聋发聩、荡涤乾坤的王气。而且呢，他们又是我们新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，而我们当代的新青年就是要把这种王气和地气给接起来，在现实中上下求索，为天下找到一条新的出路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润之兄，为了救国救民，我愿与你同行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。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共勉。润之啊，你这次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呀？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，看看我们的国家到底缺的是什么。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。科学与民主啊，现在中国最缺的就是这2样东西。先生说得好，说得准确。不过啊，我还是想了解一下，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，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科学和民主相交融的路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问得深。我最近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的文章，也在努力探讨这个问题。年轻人敢想敢干，值得提倡。中国要发展，必须要引进最先进的理论做支撑。是的，先生。哦，先生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您。你说，您真的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文化传统问题吗？飞爷，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，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，科学理论。那2位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抨击旧文化呢？因为它压制和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生成啊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些人要把它奉为救国治国的指导思想。你不打倒它，新的理论就无法立足。所谓不破不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看来2位先生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。那当然不是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谁也否定不了。假以时日，国泰民安了，我倒很乐意在故纸堆里面安度晚年，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！我跟你的愿望出奇的一致。所以润之啊，当务之急是为了我们中国寻找新的科学理论。你真不打算去法国勤工俭学了？我还是不想出国。如果真的要出国，我倒是想去俄国。你要去俄国，那你可要多请教守常了。他现在是俄国迷，对列宁的主义可谓是如数家珍。但是现在啊，我还是想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中国。好，我们还会再见。等下次，我要好好听听你对中国的见解。那2位先生请留步，学生告辞了。
就这么定了。一会儿会议你主持。好，我来主持。同志们，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放，我们开个会。都到齐了啊！同志们，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。我们攻读互助社原始成员13人，已有2人退社，应到11人，包括口头提出退社的郭新刚同志也参加了今晚的会议。我们今天会议一共有3项议程：一是各个勤工小组汇报工作；2是讨论修改互助社章程；3是研究今后的工作。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1项议程，各小组汇报工作。石总统，你先来说说吧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洗衣组的业务已经被吊销了，洗衣组呢也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作为组长，向各位道歉。汇报完了。简洁食堂开业以来，一直处于亏损和半亏损的状态，启动资金也快用完了。照这样下去，最多再维持1周。说完了。我们放映组也于今天解散了，原因是2个月以来只有3部影片可以放映，能放映的学校都已经放映完了，没有观众了。我们之所以能撑到今天，完全是靠女同学给我们介绍的人脉支持。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经营，而是一种施舍，我忍受不了，所以解散了。我说完了。好，3个小组汇报完毕，现在开始第2项议程。年年，3个勤工小组倒闭了2个，还有1个只能勉强维持1周。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第2项议程了，应该承认我们失败了。我们应该正大光明地宣布攻读互助社第1实验小组解散。郭金刚同志，互助社解不解散，首先得解决问题吧。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就当了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品啊！有什么不清楚的？无政府主义不适合我们，这就是结论。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我看不是无政府主义行不通，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原则。好啊，那就请你这位飞笑先生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互助论的原则。好，首先，互助论的第1个原则就是共产。互助社内任何人都不得抱有私人财产。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吧，当一群先把自己的衣服贡献给大家的时候，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是讽刺和嘲笑。当大多数人已经身无分文的时候，有的人还有小金库；当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家庭关系的时候，有些人却可以和家人去吃饭。当然，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说，正是这种私有制残余腐蚀了我们的互助社，使我们之间出现了感情不融洽、互相猜疑和精神涣散的现象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。我认为，互助社之所以办不下去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给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。也就是说，个人劳动不足以维护个体利益的时候，互助它只是一种空想。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。我从家里跑出来来到这儿，就是为了追求自由。是，互助社是苦了一点，但是它给了我自由，特别是给了我追求爱情的自由。群仙姐姐，那你到底爱上谁了？好，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大胆的宣布，我爱上了何梦熊同志。对不起，何梦熊同志，对不起，易同志，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。你紧张什么呀？你可以去喜欢别人，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想隐瞒我的感情了。我宣布，至少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易群仙同志还是十分可爱的。好，同志们，跑题了。我们现在言归正题，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，勤工已经不能维持互助社的生存了。我们现在要怎么办？除了解散，别无他法。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，互助社解散了，我岂不是又要回到原来的生活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那你拿出办法来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除非让我爸过来赞助咱们，你们同意吗？
你这算什么办法呀？让我们当寄生虫啊？那我就没有办法。延年，你是社委，又有特殊身份，说到底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，才跑出来寻找新出路的。你给我们大家说说吧。好。各位同志，我是我们这个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的发起人之一。现在这个实验失败了，我有责任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延年，你别这样，这件事不是你的责任。首先，我要声明一点，我不是陈独秀的信徒。诚然，我在思想上赞同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，我拥护他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，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信仰什么理论，而我是有信仰的。我响应王光奇的号召，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实验，是因为对于攻读互助社我抱有莫大的希望。我希望将来的社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攻读互助的社会。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承认，我们的实验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楚。但是我清楚的是，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，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。我相信，在座各位一定也和我一样，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，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我提议，何去何从？我们举手表决。同志们，我们举手表决，同意解散攻读互助社的，举手。好，结果出来了。我宣布，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。大家收拾一下吧。光阴似流水，不一回。可比方雪归，我们仔细想一回，今天功课明白为，都是讲的话，可曾有违背？父王而归，我们一路我徘徊，将来治国平天下，全靠吾辈。大家努力呀，同学们，明天再见。
似流水，不一回，可比放学回。我们仔细想一回，今天功课明白为。老师讲的话，可曾有违背？同志们，明天再会！同志们，明天再会！这匾挂了2个月，还是摘下来了。老郭，放这边了。蔡先生，各位先生都来了，来，包子蒸好了。今天也没有什么徽菜，没有什么鲁菜，只有包子。好，就包子啊。那咱们今天呢，就着这个包子来聊一聊，好不好？坐下。于社委，你先发个头，大家坐，坐下，坐下。尊敬的蔡先生，尊敬的各位导师、各位夫人、各位同志，今天对于我们攻读互助社的成员来说，本来是个悲伤的日子。可是由于蔡先生和各位导师的到来，它又变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2个多月前，我们在各位导师的支持和赞助下创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。我们这个互助社的成员都是清一色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。这是我们迈向人生的第一步，也是我们追求理想生活的体验与追寻。我们坚持了2个多月，今天我们失败了。我们对各位导师的支持和教诲无以为报。下面，请蔡先生给我们做训示。你请坐。抱歉得很，这几个月来学校事情很多。我也就没顾得上攻读互助社这一块儿。听说要解散了，我这心里还是很吃惊的，就赶紧跑过来看望大家。我呢是关注互助论，而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互助论，因此你们比我强。在你们的面前，我尽管是一校之长，在这个方面，我要向你们学习。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行为表示敬意。我相信，你们今天对互助论的实践和试验，必将成为你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。我感谢先生的认同和鼓励。这2个月来，我们竭尽全力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。虽然这个实验失败了，但是我们问心无愧。今天借着这个机会，我想请教几位先生，在你们看来，这个互助社失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？你不说嘛，失败了而不气馁，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积极的寻找原因，为的是将来有勇气的往前走，是吗？是。好，嫣然同学，我先问你，你认为这次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原因肯定不止一个，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对互助论的理论和方法领会的不够，不得要领或者有所偏差。
你们认为呢？我看政治还不少。钟福兄，我建议再开一个栏目，让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训。你看呢？好，蔡公说的对，那我这就代表新青年，正式的向各位社员们约稿了。你们为中国青年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试验，你们的总结和体会是最具说服力的。同时呢，我也要请首长世之来写稿。世之，你跟大家聊聊，说说你的感受。对于攻读，我是研究过的。在美国啊，有好几万人过着攻读的生活。可是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，他们对于攻读这件事情，他们觉得是极正常、极自由的选择，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。可是在中国，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至于说我们为什么办了几个月就失败了，原因有很多，至少有一条，我就看到了，计划不够周全。攻得多，读得少，结果呢，就是做工的苦趣多了，读书的乐趣少了那么一点儿。攻读、攻读，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？大家想过没有？做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读书，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这2个月有没有读很多书？有没有时间去看书？是不是有的同学在这2个多月当中，读的书比以前还少了呢？有吧？所以咱们互助社把本末给颠倒了，焉有成功之理呢？不是诗诗啊，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看见没有？这块匾刚刚摘下来，鲁迅先生写的很好：“宁留额上汗，无染手中血。”同学们做这个实验是为什么呀？为的就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去维持学业，对吧？那么同学们有什么错？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嘛。诗诗，你刚才说的，不工作，那怎么完成学业呢？又凭什么吃饭呢？你这不是给大伙泼冷水吗？哎，我怎么在泼冷水呢？首长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，要找着我们互助社失败的根源，首先要认清楚，究竟是内因所致，还是外因所致。年年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更深层次的原因？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互助论这个理论本身出了问题？您是说互助论本身有问题，不科学？我觉得起码大伙可以研究这个问题。有2点啊，第一点，互助论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？第2点，它究竟适不适合中国？那您的结论是什么？我认为，俄国10月革命的成功，比互助论更适合我们中国。首长，你跑题了啊！我认为你是在借此机会宣扬10月革命，在这个场合，不大适合谈论这个东西。我不赞同你的说法。不是诗之啊，我不是借机宣传10月革命，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供大家来讨论。你不能一提10月革命你就心怀抵触啊，对吧？没有抵触啊，不是，那怎么不是抵触呢？诗之，我觉得就好了，我有我的观点，同学们有同学们的观点。首长兄，诗之教授，你们2个人说的，我看都有道理。只不过今天在此啊，就不要讨论了，改天我们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讨论一下。好啊，来，失败乃成功之母，结束即是开始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包子吃完。哦，不光是包子，包括这里的咸菜和大蒜，通通吃光，简洁食堂，一粒不剩。来，首长兄，我真的没有抵触。我吃包子吧。吃着呢，这样。
你真的同意让他们俩再回上海啊？那柳文耀的来信，你不是也看了吗？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名额分给了震旦学校的法文班，北京法文进修馆的名额分配完了。妍妍他们要想去法国，就必须要回上海完成学业。这显然是他一早就设计好了的。这两个小子也一门心思想去法国勤工俭学，那只能让他们回上海吧。这互助社失败了，对他们俩打击特别大，尤其是延年，这孩子心重，我真怕他担不住。这两个孩子，如今正是冒险苦斗、横利无钱的年华，尤其需要艰难困苦加以砥砺。你放心，有我这样的老子，这两个伢子岂会颓丧沉沦？年年，乔年，出来，我来跟你们聊聊。爸，你又要训话？不训话，就是跟你们聊聊。你们这就要去上海了，你们就拿个凳子坐，我仰着头说也累。延年，互助社试验失败了，我想问你，你还那么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吗？如果我说坚信，您会生气吗？不会。真话。真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反思。有反思，就不会盲目。我相信，你一定会找到一条正确的路。我愿意给你时间，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寻找。谢谢。爸，我还以为您要逼着我们研究十月革命呢。不是逼着你们，只是建议。您放心，虽然我们坚守互助论，但是我们一定会多方面的涉猎学习。好。在北京这段时间，我亲眼看见了你们的成长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很欣慰。我们对您也有新的认识，您的思想也让我跟乔年受益匪浅。但就是有一点。什么？没什么。我们希望您把您那种大家长的作风和习惯改一改。特别是在您对待自己同仁的时候，那样对他们伤害太大了。那个，我给你们炒点花生，回头带到路上吃。啊。干嘛？这两个孩子要去上海了，我给他们炒花生不行吗？去，把那个南瓜籽儿拿过来一些。干嘛？小时候乔年喜欢吃炒花生，延年就喜欢吃南瓜籽。南瓜籽和花生收入成分不一样，你这混着炒会炒糊的。
元年小时候就喜欢吃炒糊的南瓜籽儿，这个你不知道。觉得这篇吧和咱们上一期刊登的有点重复，所以我建议当这个。省长、政府是这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的老师杜威先生已经决定27号从日本启程来华讲学。我是来向您告假的，我想到上海接我的老师。你看把你高兴的，27号还早着呢。再说那个时候，我这文科学长也该卸任了，你也不用跟我请假。你说什么话呢？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学长啊？这杜威来华是好事情啊，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那个实验主义观点，但是他那个务实的理念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。是不是？你跟那个蒋梦麟还有陶行知都是他弟子，你们好好谋划一下，争取让他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，多讲几次，趁着现在国人啊对美国和威尔逊还有好感。我跟你说，为了安排杜威先生的行程，我们已经筹划了1个多月了。我想通过我的老师这次来华，能够在中国掀起一股实验主义的旋风，因为实验主义对中国太有用了。中国想要强大起来，就一定要全盘向美国学习。失之偏颇了。美国建国才多长时间？中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？两国国情不一样，文化传统不一样，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？我同意首长的观点啊。不过今天呢，我倒还是寄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遏制日本。所以上个月我还写了篇文章，称赞这个威尔逊是个大好人。你现在还这么认为？现在，我称他是威大炮。威大炮，什么意思啊？放空炮呗。他那14条和平建议你又不是没看，哪条不是放空炮？我看啊，中国把山东问题寄托在他身上，悬。我觉得你们俩太悲观了。但愿事实不要让我们悲观。蔡先生都在这儿呢。哎呦，先生，蔡先生，来，快请坐。您请坐啊。我有件事情要跟3位说一下。今天汪大燮告诉我，他说巴黎和会的情况不妙。日本呢，他在巴黎和会上摆出了2个文件，一个呢是段祺瑞为了向日本人借钱，他承认了日本可以在山东继承德国的所有权益的这么一个密约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英法等国也默认了这么一个条约。所以现在日本人要拿着这2个文件呢，逼美国人就范。那这么说，这威尔逊他的公理也不要了？汪大燮告诉我，美国呢向来是利益均沾，他呢肯定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，但是能抵制到什么程度，这就不好说了。那英法意也靠不住了。关键是看美国对日本的这个要求他会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来。完了，靠不住。谁靠不住？我觉得威尔逊是君子，说话是靠谱的。我们就不管这些了，我们现在要管管我们自己。真要出了这样的大事，我们北大怎么办？现在北大已经出了名了，中府也好，首长也好，都上了警察厅的名单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学生不上课，这个人心都拢不住。真正是巴黎和会要出了状况，那国内肯定是要出大事的。所以我说，钟府兄，我们得未雨绸缪才是啊。蔡先生，我倒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，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已经调动起来了，我们正好因势利导。蔡先生，我觉得不能乱，这才是我们因势利导的原则。钟府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我得想想。你这次真得好好想想，不能再走极端了啊！不，事实最近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是把极端挂在嘴上啊？你不给大家泼冷水，你心里不舒服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而已，没有冒犯你的意思，钟府兄。我饿了，回去吃饭。哎，他是生气了吗？那这样不就是封建主义大家？
那个蔡先生啊，我也饿了。哦，我饿了，我也去吃饭。哦，是。哎，守常，都饿了。蔡先生，我就不能说实话了吗？我就说我的感想。是你。好了，来，我带你到学士居去吃饭。来，我请客。你不知道，每个国家都不一样。消息。